来，我们首先来分析咱们指甲的基本构造，然后指甲的构造为什么要去学这些？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做的途中，有时候会给顾客检出血，或者说它的前缘往里了、往外了，我为什么要卡 AB 点？为什么是这个AB 点开始断裂？要注意微笑线不能给它抠啊，有什么甲沟处应该怎么操作，指甲怎么去磨，到底做指甲对人体有没有伤害？这些呢，大家问题现在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很难理解，所以说我必须这期集训课把这节课放到前面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好，来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去画一下，画什么呢？去画咱们指甲。我之前集训课也讲过这个课，哎，怎么去画啊？你首先在纸上画2个，第一个你先画这么一个弧线，然后呢上面椭圆过来，哎，这么去画，快跟着我画一下啊！我把它画大一点，尽量大家都能够看清楚。这里你们把它收成一个尖也行啊，收成一个尖。画好了吧？画好之后，咱们来从这个位置开始，先出去，就很简单的就这么去画一些啊。然后这边画一个这个，能看出这是哪里来的吗？现在能看出来吗？这是我们指甲的侧面啊，指甲的侧面。之前有很多这个学员跟过我这节课，但是有的地方是没有讲那么细致的，你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再好好听一下。这是我们指甲的一个侧面啊，指甲的侧面。然后指甲呢，现在这个是只有一点点的。然后来继续画啊，继续画，从你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做一条，做到这儿就行，不需要做到底，做到这儿就行。然后从这儿开始。来，继续跟着老师画，继续跟着画，画好了吧？到这儿啊，这就我们整个指甲的侧面，整个指甲的侧面。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连接上，画上2条横线，这个代表呢，我们就是指甲白色边缘线，白色的边缘线。好了，基本上咱们指甲，你们就可以这么去简单去画几笔就能够理解。然后来，我们先来跟大家挨个说一下，我这里准备了一些彩笔。准备了一些彩笔，准备一些马克笔，给大家更好的能够就是看得清楚一些啊。首先我们来看整个指甲是由哪几部分构成，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整个指甲的构成是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甲根、甲基，是由甲根跟甲基3大部分啊。第二部分是有什么呢？是咱们的甲盖儿。就是指甲盖儿，这个呢其实也叫甲体啊，待会儿我给大家好好去说，你们先这样一记，好吧？第3部分是什么？是指甲的前缘，指甲的前缘它也就是我们的指尖，这个甲根甲基相当于指甲的后缘。这个大家尽量怎么能让你们一次性记得明白一些？我今天给你们讲完之后，如果你们感觉自己掌握了，去找一个人，你去给他讲解一下。你但凡讲一次，你不懂的地方再去看，完了回头你再去看的时候就会明白很多。大家就是有任何问题啊，该评论打就在下方打。如果感觉这些字挡屏幕了，你就戳一下屏幕，它就没有了，好吧？你们现在没啥问题，我就继续讲，有问题随时打断我啊。好了，来继续。那么我分为后缘、中间还有前缘。我们先从指尖开始去看，先从指尖开始看。指尖是哪儿？指尖就是我们做指甲要做出延长出去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指尖。延长出去，从我们指甲本体以外的部分就属于指尖。这是对于延长甲来说，但对于本甲来说，什么是指尖？来看一下，我这个手指不大好看啊。整个粉红色部分的是我们的甲盖甲体，整个前缘白色部分就是我们的指尖，白色部分就是我们的指尖。也就是说，在这上面，我用一个黄色来表示。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指尖，明白吗？来，这个地方指尖，我们把它给标出来，画一下啊。
指尖，也叫指甲前缘。指甲的前缘，也就是这一部分，这个能理解吧？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需要剪掉的指甲，剪掉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指甲的前缘啊！你们这个理解，千万不要把后缘，这是后缘，这是前缘，千万别给它记反了。很多学员在说的时候啊，这是前缘呀，这是指尖部分，就是我们指甲的前缘。好了，前缘往下，我们一点点来看，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我为什么要画2条线？比如说，我现在涂黑的部分是什么呢？从侧面来看是一个线，但是从正面来看的话，也就是我们这一条红色跟白色中间的分界线，也就是这儿。这条线叫什么呢？这条线叫做微笑线。叫做微笑线。来，我们现在再把整个手指正视图，也就是说或者叫俯视图给它画一下，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啊，我经常给大家去画。我这个画短一点。这个很简单，是吧？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位置，我把它涂黑一点，也就是跟左边图片咱要重合起来嘛。这条线也就是我们的微笑线。以后千万老师学员，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别说你不知道啊，我再单独去给你讲一遍。这些都是最基本，作为一个美甲是最基本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上学要学数学，学这个其他1+1=2的这个基础。这就是我们的指尖，同一个颜色啊，这样大家能够理解了吗？你打一个字，我看看我能看见你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你看他们学生能不能看见？哎，那微笑线我们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指甲，哎呦，我这个画反了，都可以啊，就是这条线可能是这种，哎，往上的弧度，我就画成，你们画一条直线也可以。每个人每个手指的微笑线都是不一样的啊。好了，那微笑线的两端，这个点就称之为我们指甲中的 AB 点。这就是我们的 A 点和 B 点，没有正反，没有左右，两边都叫 AB 点。它只是这么个名字，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左边就是 A， 右边就是 B，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 AB 点。我们 AB 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经常容易断裂的点。为什么？我待会儿跟大家去说啊，因为下面我们需要讲解到中间部分或者说复原的位置的时候，才能够去把这个整个给贯穿起来。我们一点一点的讲啊。好了，指尖部分现在有哪几部分构成？我们想一下。有指尖，还有微笑线 AB 点，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个啥呢？我画的稍微大了一点啊，其实没有这么多。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他这个微笑线是往里，你看我经常抠的，这边是突出的，这边是往里的。有的人是特别往外的，你们不知道遇过没有？但是正常来说，很多都是在经常弄之后，这个微笑线是往里走。但是有的人这个微笑线特别往外，甚至说你在掰开这个肉的时候，它有一部分肉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个肉是什么呢？那个肉叫做指心啊，叫做指心。我先把它写出来，大家先记一下。这个大家有见过没有？叫指心啊，一个草字头一个心。这个指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甲下表皮。如果你的指心特别的突出，或者说是顾客的指心特别突出，我看你手上有没有嘞？没有啊。哎，你看我，比如说我这个大拇指啊，食指，看有一部分肉是长到这个指甲外面的，跟这个指甲盖是连到一块儿的那块肉，那个就是指心啊，那个就是指心。你的指甲就有是吧？你们能够理解就行，就怕你们搞不懂这个指心。如果说你们经常去抠，就像我一样抠，会造成怎样呢？造成咱们的这个
这个位置容易萎缩，也就是说你经常去抠，为什么说是萎缩？萎缩那个萎缩啊，不是那个萎缩。易，是不是我的想法太单纯了？易猥琐，为什么？你看我如果说经常去抠，或者你给顾客这么去抠，哎，抠，它这个微笑线的位置就会往下偏移，指甲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有的人本甲可能说是他的甲床并不短，但是在经常抠，然后让微笑线越来越下移的情况下，指甲就会变得很短。其实他的甲床本身应该是比较长的。遇到这种情况，防止他抠，只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咱给他做这些贴甲片呀，或者说做延长，让他抠不到，然后顺着指甲一直往外长上一段时间，它又会好一些。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千万不要经常抠，越抠它会越往里，越抠越往里，像我大拇指一样，两个手指大拇指都不同。但我右手是常年这种短指甲的状态啊，就是这个位置，让我们指甲变短，显得短的原因也是在指心的位置啊，让它尽量往外去长。但是如果过多的话也不好，为什么？过多的话，如果有剪短指甲，你在涂指甲油包边的时候，有可能涂到肉上去，也会容易开边起翘，好吧？来，整个指甲前端的位置，这个图的指心就看不到了啊。整个指甲前端的位置咱就讲完了，然后再继续往下看，咱们先来讲甲根，也就是说，先来讲我们的指甲后缘部分。指甲后缘的部分，后缘部分包括什么呢？甲根、甲基，对吧？但是哪里是甲根，哪里是甲基？在你画的这个图最下端这个位置，就是你用蓝色吧，来，这是我们的甲根，看见没有？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整个这一块不是指甲盖吗？咱们的指甲盖，然后指甲盖的最后缘的位置就是我们的甲根，记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甲根。甲根是啥啊？甲根是啥，宝贝们？现在你们能够理解这个老师目前说的这些话？咱一步一步的来啊，一步一步的来。前边我都跟大家说了，每一个地方就是比较大白话一点。来，甲根啊，我想想怎么跟你们用。你们就是把这个咱整个手指甲想成一株植物，想成一株植物，这个地方相当于植物的根茎，这就相当于植物的根茎，然后它是在我们整个甲盖的最根部，对吧？但是你看，我们顺带的把这个甲母，哎，这块给它标出来，用绿色吧，供给营养的部分。来，整个图片啊，你再把整个这个位置标注一下。这个位置叫什么？这个位置呢叫做甲母，它叫做甲母，也叫做甲基，或者说甲基质，质量的质。甲母、甲基质啊，也叫甲基，反正这三个词说的指的都是这一个部分。它是在这个甲根的下方，它在甲根的下方它的位置。然后我来先说咱们先说甲母这一块吧，这样大家能够理解一些。甲母呢，它是位于这个指甲的根部下方，它里面是富含有这个毛细血管和淋巴，还有一些神经啊系列。其实我跟大家说，把它想成一株植物的话，那么这个绿色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土壤，就相当于土壤啊。粗一点，这边还有底，这个这是粗的吧？粗是画指甲上面的。甲母相当于土壤，甲根相当于植物的根。也就是说，我们指甲是怎么生长的呢？是由土壤，根长在土壤里面，土壤呢给根供给水分、营养这些东西，然后根部吸收呢就会促使的我们指甲往外去走。这个我简单这么一说，你们能理解吗？然后咱们的甲母或者甲基呢，它是怎么去有这个营养的？就是它是会从咱们人体内吸取营养后，产生组织指甲的角质蛋白细胞。我这里写啊，也就是说简单大白话一点，
甲母是它不是有这个毛细血管啊、淋巴蜜和神经这些构成的嘛？也就是说，你们简单理解，不用记那么详细啊。简单理解就是说，甲母从人体吸收营养，然后供给给甲根，它会产生什么物质呢？叫做角质蛋白细胞。记住这个词啊，角质蛋白细胞，能看清吧？你们大家都能看清，可以。来，角质蛋白细胞，所以说它呢是甲根，也就是说甲基是整个指甲生长的源泉，是指甲生长的源泉。为什么有的人长的指甲是畸形的，或者说长出来的指甲歪歪扭扭的，等等等等？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甲母，也就是甲基这个位置啊，甲基位置受损。当你看到顾客指甲出现畸形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绿色标识，也就是甲基这个位置受损了。它但凡受损，指甲就会长得畸形。因为如果一旦它开始出问题，那么前面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在做指甲推后缘也好，然后日常也好，一定要保护我们指甲后缘。包括，为什么那个有的人被砸过，或者说压过，或等等这些就比较残忍啊？就之后指甲长出来的就是一愣一愣的，或者说是一层一层的，其实就是它这个位置受损。一旦受损养不好的话，以后永远都指甲长得就是歪歪扭扭的啊。好了，这个位置大家能够理解了吗？甲基从人体吸收营养给甲根，就这样，然后土壤给根部提供营养，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甲根嘛，这个很好理解，是不是？根，然后甲基、甲母就是那个我们生长的源泉，你就记得是甲母，这么记就好记了啊。好了，我们再往前看这个甲根部分，我刚刚说过了，甲根是什么呢？是在甲基的前端，它其实是非常薄软的，它是植物的根茎，但是那个根茎是比较软的，它不像我们的指甲长出来这么坚硬啊。甲根的位置，大家你们如果记不住，自己记一下啊。甲根呢，就是通过不停的吸收甲母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块产生的一个营养物质，然后吸收它这个角质蛋白细胞，推动指甲往前生长，这个可以理解是吧？然后通过它就会促进我们整个指甲的新陈代谢啊，这是我们指甲整个后缘2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指甲后缘部分，包括啥？也就是说我们甲体后部的边缘线。其实我们修这个指甲去死皮，就是在用钢推的时候，钢推，用这个吧。用钢推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经常的去，也就是说往后去推吗？你在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指甲的后缘，就是你指甲的后缘线，后缘的这个边缘线。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平常做护理、做指甲这个推死皮的时候，就是把表皮护膜，不是说这层这个皮儿它叫指甲后缘啊，而是把它推出去，这个表皮护膜往后推，露出来这条线，也就是说你这个线推到什么位置，那么你那个指甲后缘就是在什么位置，明白了吗？这是我们指甲后缘部分，为了就是让这个地方给露出来啊，让这个地方露出来。指甲后缘是比较靠后的，而不是说你整个皮肤挡到了一半，那这个位置就是指甲后缘，不是，它的后缘还是在这儿，只不过我们要推动这些皮，让我们的指甲后缘给露出来，这是我们的后缘位置啊。这里大家简单理解，指甲后缘。好了，我们前缘讲了，后缘讲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中间的部分。中间的部分有哪些啊？来，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指甲盖儿。我先写到中间，我们的甲盖儿。其实这些词看起来很容易记啊，我就能白话就白话了。甲盖儿就是指甲盖儿，然后你们就叫它个小名，就叫甲盖儿。它还有一个小名的，就叫甲体，就是整个指甲的主要部分。因为我们一眼看上去说看的是啥，就是它的指甲盖儿呀，所以说甲体就是甲盖儿，甲盖儿就是甲体。好了，来，甲盖儿是由什么构成的？我这里之前说过了，它提供的吸收营养形成的是什么？角质蛋白细胞，对吧？它形成的是角质蛋白细胞，所以说我们整个指甲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什么？
主要构成部分，它不可能是说是主要构成是角质、蛋白细胞。你说成这样对不对？其实也对，但是呢，它主要的构成是叫什么？它叫角质鳞状角质层，鳞状角质层啊。但是它是有很多层，有多层的，大家要看不清跟我说啊，我这个笔我就再换一下，鳞状角质层。它是由多层鳞状角质层构成的，但也就是说，大家平常在修指甲，或者说贴了甲片撕下来之后，会发现它一层一层的起那种皮皮，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是一层构成的，而是由多层构成的，每一层叠加，每一层叠加。也就是说，我们打磨指甲去磨顾客的指甲，会不会使他指甲变薄？答案是会，是一定会的。如果你这个都说是经常做指甲，对指甲伤害太大了。那你对经常这个词的量是多少？你一个月做3次，你指甲是绝对受伤害的。但是如果你一个月1次，或者说是你在那个咱们的基础下啊，给顾客保护好了，就是在打磨的时候给大家说的那些注意点，以及我们在操作中做了这个延长，做这个建构，然后之后保留一层残，这样对它的本甲伤害是很小的，是很小的。所以说，对于那些说是经常做指甲伤害的，是因为它过于频繁，已经超出了那个量。任何事情超出那个量，它都会有点反向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跟顾客说到，我经常做，你就说如果你一个月做上1次，问题不大，而且我会好好保护你指甲的。所以说这些词呢，你一定要跟顾客说到，让他安心。然后你一定要表现的够专业啊。好啦，这是我们的一个甲盖，这是我们的甲盖。甲盖呢，其实它是由多层，多层是几层？一般是在3至4层。3至4层，如果你不停的去自己去抠掉指甲，那么它这多层就会变成单层，就会露出下面那一层。下面那一层是什么呢？来，大红色啊，大红色表示指甲盖下方的位置，这里，这是什么？是我们的甲床，就会指甲泛红，然后感觉到疼痛，轻轻碰就疼。那是什么？因为你指甲过薄了，3至4层变成了1层，就相当于直接裸露在你的甲床以上。甲床以上，红色的部分叫做甲床。哎呦，又多了一个横啊，叫做甲床。把我们整个人想象成一个咱们指甲盖啊，你躺在你的床上。对吧？你是在床上休息的，这个床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给你一些能量。但是如果你一直消耗，那么你整个人变薄了，是吧？你就跟床的这个面积，间距就会越来越薄，就会漏到这个床的位置啊，就这么个意思。你们这样记，好记一点啊，这样好记一点。好了，整个甲床为什么我用红色来表示？因为整个甲床来说，它是还有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皮肤组织，你这么去理解，其实甲床就是一个皮肤组织，听起来好像很坚硬一样，但是它是皮肤的一部分，它跟咱们的甲体，也就是跟甲盖是紧密相连的。它的作用是什么？甲基给甲根提供营养，那么甲床就会给甲盖提供营养啊，它们是一对一对的 CP， 你们这样理解啊？它甲床跟甲盖是一体的，一家子，然后甲基跟甲根是一家子，你们这样去理解。甲床，它是含有什么呢？大量的毛细血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用红色来表示，它含有大量的毛细血管。我们整个指甲呈看到的这个颜色，你看有的人发紫，有的人发粉，有的人发红，有的人发白，对吧？发红其实是正常的，发这个淡粉色，它其实透出的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颜色，也就是我们血液本身的一个颜色。如果你的这个指甲它是发白的，说明你四肢末端可能血液供给不足，或者说有的人贫血，它也会发白。但是如果说是发青，有可能是你的这个肝脏方面有一点点小问题啊。如果青的很厉害，就建议顾客让他去检查一下了，好吧？然后如果是还有再就是什么，本身我们指甲的颜色应该是什么？呈现淡粉色的啊，这是一个。另外，我们指甲有的人是很脆弱的，有的人呢就是比较健康。我们这块的皮肤组织，也是我们的甲床给甲盖、甲体提供的营养物质是什么呢？是水分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指甲脆弱易断的原因，是
一个它本身这块位置指尖已经不含有这个不再供给营养物质了。另外呢，如果说它水分整个指甲供给不足，干燥特别厉害的话，就会脆弱易断。所以说甲床给甲体提供的水分，来让指甲整个显得光泽呀、营养啊这些等等等等要好。那么甲基给甲根提供的是角质蛋白细胞，促使着指甲往上生长。也就是说，甲床跟甲母是我们整个指甲健康好与不好的一个根本。来，平常我们会去做前置处理，做前置处理我们主要推的是哪儿？首先是先把指甲的后缘线给露出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这块肉啊，你先理解为肉，往后推，露出什么？我们指甲的后缘来，对不对？露出后缘来之后，我们才会拿死皮剪去剪。那么剪掉的那块部分叫做什么呢？叫做它就是我经常说的这个咱们指皮，也叫做表皮护膜。它的位置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哎呀，我这么简单，再画上一点啊！我刚才这表示，我这里现在用个这个吧，指皮叫做指皮，这是我们相当于指甲后缘啊一个弧线，哎，这个位置，我写到这边好不好？你们就知道这儿也有一块就行了，自己标上。这个叫做指皮，我尽量用俩字来表示，其实它也叫表皮护膜。你看这个指心叫做甲下表皮，对吧？它都是表皮的一部分，它没有到那种真皮层，所以说它这个本身里面是不富含这些营养，这个毛细血管类的，所有的血管啊、汗腺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真皮层啊，就表皮、真皮啊，这个区域你们有做面部管理的会知道，来，它叫表皮护膜。我们去死皮，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去死皮去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纸皮，你们就有刚来的这个评论这些字儿啊，什么挡住屏幕的啊，你们点一下屏幕，所有的字都没有了。需要看不懂的地方马上问，该问啊，错过了就错过了，赶紧问，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来，我们这里说了去死皮，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手部护理的时候，就是要将覆盖在指甲后缘的老化的死皮去掉，显得我们整个手修长。大家以后在说的时候啊，说是死皮，但是在专业范围说，别人说我跟你说去指皮吧，或者说把那个它指皮多少再剪一下，你就会发懵，指皮是哪儿？指皮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咱们的死皮，好吧？就是咱们的死皮。除了死皮，除了咱们的这个指皮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块是咱们的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啊，我想想啊，这个我经常给大家说的是有一个词叫做甲上皮，这个位置叫指皮，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让大家去拿这个本甲克膜棒推行后缘来之后，我说把它的甲上皮再去磨一下，磨掉的就是在甲上皮，甲上皮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指皮，但是它在这个咱们后缘推起来之后，在连指甲上有一块皮肤，就是很薄很薄，我就会把那个地方叫做甲上皮，因为指甲在上面那一层薄薄的那个小皮，然后需要把它给刻磨干净，一旦残留的话，也会造成指甲后缘涂完颜色开边起翘啊。那个再就是甲上皮，甲上皮其实是跟指皮是说这个意思上呢说是一个意思，但是其实我会之后说，包括大家也可以懂一下，就是叫做指甲上面那一层小白皮，咱们叫做甲上皮，好吧？其实那也是指皮的一部分啊，是一个皮肤的组织，表皮层的，是没有什么这个血管啊，或者说是这些存在毛细血管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剪死皮它不会容易出血的原因。它不容易出血的原因，如果说你但凡出血了，那你就剪到了人家的什么真皮层了。然后如果只是单纯的剪死皮，操作得当的话，是不可能出血的，知道吧？所以说你们大胆去处理就好了。好了，这是我们指甲后缘推死皮推掉的部分。后缘，甲盖是甲盖，后缘相当于只是一个位置。后缘，指甲后缘相当于一个位置，它不是一个某个具体的哪里。你就说我们为的是把指甲后缘给留出来啊，整个其实指甲后缘相当于也就是我们指甲那个这个叫啥呢？等等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甲盖后部边缘线吧，你们就这样想，就是整个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后部的这个位置，
这一块儿，就我们指甲后缘，就尽量往后推，推的稍微近一点，但是又不伤害到它这个甲母甲根的位置。其实甲根会稍微露出来一点，你就使劲往后推，它不可能给你长那个推到最后端这个点儿，那真的就疼了啊，那就疼了。对，理解了啊，理解就行。好了，这里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指尖部分，也就是说这里会用到的是什么？比如说我给顾客去做指甲，做完之后，昨天不是在咱们群里学习群里有这个学员发，我也给大家发过，是学员单独找我的，从 AB 点开始断裂，啊，断裂的原因是哪个？我说过 ，AB 点是非常重要的2个点。你在做，什么想？你在做延长也好，你在做这个正常涂色修甲型也好 ，AB 点是必须要保证它的一个厚度的，但凡 AB 点变薄了，它是非常容易断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甲盖来说，供给营养，甲床也好，甲根、甲基也好，供给的营养到微笑线的位置的时候就停止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就供给到这个位置，到前端你看到的这些白色物质，它就相当于一个就是跟咱死皮一样，它是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这个营养物质在供给的。如果你在前端这个地方，或者说它本身这个水分就不足 ，AB 点就算你不打磨，它也非常容易脆弱。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指甲很脆的那种，他会说，哎，我指甲可脆了，一剪到处崩，或者说特别容易一下子就断。像这样的，一般是他指甲缺乏水分才会导致指甲特别的脆弱易断。也就是说 ，AB 点你不打磨，它也非常容易断裂，因为从这个点，也就是从这条线开始就不再供给营养，它没有任何营养物质。明白吗？所以说你在剪这个前端使劲再怎么剪，你也不会疼。然后我们就是平常修行修的是哪？修的就是我们这个黄色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指尖部分。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吧？有没有一下子就是突然明白的感觉？因为为什么总是 AB 点断裂？为什么要保护好 AB 点？为什么要把 AB 点做厚？就是防止它本甲要断裂。但凡断裂的话，你在做什么？怎么有点卡？你们看着卡不卡？我看这手机小屏幕这么卡。就但凡AB 点你缺一个小口，当你缺小口的开始，这个地方就是容易劈掉的开始，因为开了小口，你在平常操作啊、劳动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难免会触碰，或者是稍微用点力，或者我们用它去掰什么东西、抠什么东西，然后从这儿就断掉了。但是我们的甲体呢是跟有甲床紧密相连的，它们是作为一个支撑的，基本上问题不大。这个理解了吧？卡了吗？行了，这个大家理解了吗？就是 AB 点这个位置，我真怕当时哪一点你们没听到，就是 AB 点断裂。哎，在日常操作中，你在用力的时候，这么轻轻一碰，有可能从这个但凡有个小缺口开始，整个就会断掉啊，就是这个断掉，理解了啊？好了，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个，这是我们指尖部分容易断裂的原因。第二个，我们指甲有时候被崩砸一下，整个指甲会泛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甲盖跟甲体是连到一块的，甲体里面有什么毛细血管，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当砸到，不小心拿锤子在工作时砸到这个指甲盖，发紫了，其实就是把底下的这个皮肤组织里面毛细血管给弄破呢，它就会产生淤血，然后就会整个在指甲上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好吧？我想想啊，另外来最后，棕色，这2条线也是一个重点。还有哪里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还剩下最后2部分，咱整个指甲就说完了啊。这个和这个这2条线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的甲沟，叫做甲沟。甲沟大家经常听到的什么甲沟炎，对吧？一般在脚上容易发生，这是甲沟。2侧就是咱们的甲沟。我们在修甲型的时候，保证的是什么？甲沟2侧要垂直，要直线下来，它整个指甲才会显得修长。但是有的人甲沟它就是歪的长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学员问我说，老师他的甲床侧面有长出一块多余的小指甲来，我是剪还是不剪？这个情况下，如果他的那块小指甲连着甲床的位置的话，你给它剪掉，会露出他的甲床位置，有可能会剪出血。但是如果是脂皮、死皮，也就是我们的甲上皮，那么你剪掉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发现是一块小指甲的话，我们尽量不要给他们去瞎操作。然后我们要保证 A 点、B 点以下部分的
沟位置要是直线，如果实在不直线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在做指甲来说，安全第一，健康第一，美观是第二的，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啊。跟顾客说也好，不管他怎么要求，一定要保证他的健康，不然他真赖着你的时候，你就百口莫辩，好吧？来，这是我们的甲沟位置。甲沟是什么？甲沟其实就是甲体两侧。甲体两侧与皮肤的分界线，你就国界线也行啊，咱说大一点就国界线。咱们记东西咋记？你就把它想象成一幅画，一幅画去记，记忆会更好记一点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甲型修不好，就有的人，比如说我脚上容易发生，就是甲型你在剪指甲的剪不好的情况下 ，AB 点这个位置，从这儿开始它就很容易长到肉里面去，就是长入甲沟内，就造成什么甲沟发炎，这也是甲沟炎啊。另外，如果说甲沟这个地方干燥的话也会造成我们皮肤两侧的干燥，皮肤两侧干燥，也就是说到秋冬季会很经常发生，也会产生这些肉刺，其实就是我们甲沟这两侧这些营养啊，或者说是太干燥了造成的。我们没事应该怎样呢？来涂个护手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让大家去做完顾客之后给他涂营养油，然后让他去那个没事涂个护手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做守护的原因，也是我给大家看过那个守护视频吧，我让大家把人家甲沟里面好好去按摩一下揉一下，是不是？其实就是在让我们的甲沟营养也充分吸收进去会更好一点啊。这个甲沟大家就应该很好理解，我不要说复杂了，说复杂了更麻烦。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点了啊，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半月牙，我画斜线，这个待会儿会用到，你们注意听啊，这个叫做半月牙。哎，微笑线，哎，宝贝们，我再补充一下啊，咱们就是这个微笑线，其实有的我们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游离圆。游离圆，游玩的游，离开的离，然后边缘的圆，游离圆，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位置，好吧？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你们补充一下啊，你们就是简单记微笑线，就是微笑的嘛，一个弧线，好吧？半月牙指的是什么？我们在指甲上看一下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咱们的半月牙。半月牙是这个其实它整体的形状是类似于这种。它不可能每个人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基本上半月牙就是这么一块。其实它后缘是有一大块的，但是我们露出来的只有这一点点，只有这一点点。然后半月牙，你们可能很多都听过，说是多与少，这个是它缺钙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啊，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好好讲一下，到底这个位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好吧？然后它到底能说明什么？好了，这是咱们的后缘的这个半月牙。半月牙的部分，大家一定就是待会儿好好听，你给顾客也是给他们去解答多年的一个疑惑，好吧？它呢，其实在什么位置？它不是说跟指甲是在一体，不跟甲体在一块儿，它是在这个甲体下侧的。甲体是什么？你们现在就去想啊，甲体下侧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在指甲盖下边，然后但是它是透出来的啊，然后你看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一般大拇指多，甚至我到小拇指甚至是没有的，这个待会儿给你们去讲，好吧？指甲它其实是有一个生长周期，跟人体的新陈代谢有关。就是有做皮肤或者做身体的知道，人体有新陈代谢，咱们都知道有新陈代谢是吧？但是新陈代谢的速度是跟这个人的年龄有关系的，是跟年龄有关系的啊。你比如说老年人，他的这个新代谢速度就会很慢，然后像年轻人呢，他就会更快一点。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咱们都说28天嘛，对吧？但是像老年人有可能说是38天，或者说更久一点，就每个人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以后千万别说所有人新陈代谢都是28天啊。来，整个指甲来说，我们的健康指甲应该是怎样的？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应该讲过，健康的指甲，哎，这个忒大了，不能用这个。老怕你们看不清。健康的指甲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是一个光滑。为什么会光滑？水分供给充足呀，就跟咱皮肤一样，如果它有足够多的水分，足够多的胶原蛋白，它是 Q Q 弹弹的，对不对？它是光滑的。然后有什么？有亮度。又光又亮的这种，为什么做完指甲会显得指甲也漂亮？因为它整个亮度也提升了，然后还要
圆润饱满，这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建构的原因，对不对？但是如果本身它指甲就是圆润饱满的话，那太完美了啊。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它指甲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健康的指甲应该是什么颜色？在毛细血管的作用下，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不能是大红色吧？它是一个粉红色啊，呈淡粉色，或者说淡粉色，或者说粉红色都可以。粉红色啊，淡红色、淡粉色都可以，好吧？这是它的一个我们健康指甲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指甲会生长，那每天具体长多少呢？每天成长是0.1毫米，注意听啊，每天指甲的生长是每天生长0.1毫米，根据每个人新陈代谢的不同，它生长的速度是不同的。另外还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劳动力。你比如说，有的我每天去工作干活啊，我需要就是经常用手做一些体力劳动的话，他在工作中会去磨指甲，那么相对来说，他指甲长得就会慢。但是如果说我们正常就是做顾客，哎，这种就坐办公室啊，这样没什么太大的一些摩擦力的话，我们0.1毫米，这是对于这正常来说的。好吧，也就是说我们每天0.1，那每个月都是多少？每个月就是一般在3毫米左右。哎呀呀，学习多，3毫米一个月长出来了，但是不绝对啊。你就跟顾客说，我先给你修了，你一个月才长出3毫米去，就那么多。然后有的人可能快点，有的人可能还要慢。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来注意整个指甲，如果它在这个位置受损，一直全部替换掉，因为它是一直在代谢的嘛，是吧？如果它替换到需要多久呢？也就是说，我们全部的指甲，我这字写的有点潦草了，我好好给它写一下。全部的指甲整个替换一遍，也就是说，指甲从后缘一直长到前端长出去，一般需要多久呢？需要半年。需要半年啊，半年的时间你整个指甲才会长出去。所以说，我们作为美甲师来说，不管顾客消费能力怎么样，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健康程度。一旦你弄坏了，你要用半年的时间。用半年的时间，包括这个你要记住了之后，顾客有的时候在说某些问题的时候，你是可以用上的啊，也是用上的。比如说你半年你才能整个指甲替换出去，就是千万不要给它磨薄了，也不要伤害到你的指甲。慢慢一点点做，一点点做。其实，在做上指甲之后，它这个长的速度呀，以及这个时间会过得更快一点，好吧？我们有它的一个生长速度，它的长度，然后另外还有它的指甲的一个厚度。它是由什么构成来着？我们甲盖想想由什么构成？3至4层鳞状角质层，对吧？3至4层鳞状角质层，那么它是有固定的层数，或者说是固定的厚度。它的厚度是多少？我们正常成年人的指甲啊，厚度在0.5到0.8毫米，也就是说它连1毫米都不到。你那么个磨法，我也是为什么让大家尽量用海绵抛磨的好一点，也别用这个，因为它摩擦力大，会磨得更多。你再怎么磨，你一下子给它磨上0.1毫米很正常嘛。但是如果你一直磨，甚至说这之前有的就是那就是直接用这个后搓，我给你做完就是结实，但是你也把它的指甲伤害掉了，那些指甲都属于一次性指甲。你是想花上那个30块钱做个一次性的，你还是想做一个对你健康有益的？任何人都不会这个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啊！来，这个理解到了吧？0.5到0.8毫米，只有3至4层。你要说，咱就照4层来说，0.8毫米，每一层只有多少？0.2毫米。0.2毫米是个什么概念？宝贝们，你们自己去找尺子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就知道。真正概念上，这个指甲的厚薄程度一定保护好别人的指甲。你切身为顾客着想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说是对你的印象太差，好吧？好了，来整个手来说，哪个指甲长得最快？这样说吧，大拇指就最外侧的2个是长得最慢的，这3个是长得最快的。这3个长得最快，这俩长得最慢啊！不管你们信与不信，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好吧？大拇指和你们自己记一下，大拇指和小拇指是最慢的。然后中间3指，你们有的人叫食指、中指、无名指，也叫食指、中指、环指，对吧？还有你们其他名字当地自己叫，反正意思就是这3个手指长得是最快，后边2个是长得最慢的，好吧？